你见过哈利波特世界里的一拳超人吗？没有任何魔力，只靠一身肌肉称霸魔法界。伊斯顿魔法学院是一座培育出众多魔法界中坚力量的历史名校，这里入学考试难度非常之高，合格率不足3%，只有魔力出众的人才能敲开伊斯顿学院的大门。而就在这次的新生入学考试中，却出现了一个完全无法使用魔法的麻瓜。考官陆琪正在观察今年的考生，而就在一群抱着魔法书或有魔杖的少年少女中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抡着杠铃的奇人。陆琪一瞬间以为自己看眼花了，然而再看过去，那个人居然一边深蹲一边看肌肉锻炼的书。陆琪对此理解不能，他是完全不准备被录取了吗？后面这个人是在干什么？伪装的也太拙劣了吧！布拉德和雷格做了非常不走心的伪装，跟在马修身后。雷格很担心马修完全不会魔法，他真的能成功糊弄过去吗？见时间差不多，陆琪来到了火中炫酷登场。他是今年魔法史新秀排名第7的优秀魔法师，一出场就让在场的考生们纷纷震惊。陆琪正得意地享受众人的崇拜和夸赞，就听见马修问他为什么要从火中登场，难道不觉得热吗？陆琪憋气，发誓绝不会让马修通过测试。第一场考试是笔试，陆琪挥动魔杖凭空创造出了桌椅，直笔让考生落座。没见过世面的考生纷纷赞叹，只有马修还在拆台。一开始带他们去准备好的房间不就行了，装什么逼呢？陆琪气得飙脏话，他安慰自己考试合格率不足3%，马修这种不正经的肯定最先被淘汰。第一场考试开始，考生们拿起纸，却发现纸上的文字在不停的乱动。这场考试的合格标准就是解除魔法，将文字排列整齐。这一下就连布拉德都觉得马修没戏了。没想到马修一把捏碎羽毛笔扔在纸上，硬核威胁：你们要是乱动的话，我会很难办的。说到恐吓的文字当场归位，那叫一个整齐。没有魔法要怎么通过魔法测试？马修手指插石头模拟悬浮咒，急速轻功水上漂，总算是通过测试进入到最终环节。陆琪一看这不行啊，他得想办法搞点事情。最终环节是穿越迷宫，而这也不是普通的迷宫，在里面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陷阱，只有在30分钟内到达终点的人才算合格。这是一个黄发少女雷蒙找到马修，以2个人合作更有效率为由和他组队。马修答应了，这没想到一路上雷蒙简直堪称闯祸精，一步一摔倒，3步2陷阱，就差把马修的裤子扯掉了。眼看时间不多，马修准备加快脚步，就不想雷蒙突然发难，将他束缚在原地，表示出于各种原因，他不能让马修顺利到达终点。然而这点技巧对他来说根本无足挂齿，他轻松挣断束缚，一溜烟跑走了。就在雷蒙打算追上去的时候，一只狮身人面兽突然出现，向他提问斯芬克斯之谜。论武力值，雷蒙完全不是对手，而且他也不擅长脑筋急转弯。雷蒙吓得瘫软在地，眼看就要再次被击中，马修就突然折返，一拳秒了狮身人面兽。如果说雷蒙说的各种原因是和他一样的话，马修无法做到见死不救。但是马修如果再不出发的话，怕是已经要来不及了。时间快到了，陆琪笃定马修绝对出不了迷宫，却听见迷宫中一声声巨响传来，只见厚达1公尺，能防御各种魔法的墙壁，居然硬生生被马修层层砸开了。他们居然这么笔直且硬核的走了出来，这种堪称作弊的行为引起了考生的不满，纷纷大喊着让马修滚出去。内心有愧的雷蒙不顾陆琪的阻拦，当众说出真相，替马修辩护，是陆琪吩咐他拖住马修，不让他到达终点的。陆琪说只要他照做，就会让他通过测试。他家里很穷，为了家人他一直在陷害马修，但马修就不计前嫌的救了他，而且还要和他结婚。马修清白被毁，他只是说了自己可以背雷蒙，这份沉重是物理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呀。就算计谋被戳穿，陆琪也死不悔改，他就是看不起马修和雷蒙这种低贱的平民。他可是主考官，淘汰看不顺眼的家伙有错吗？甚至还讽刺雷蒙一家人脑子都不好，活该过穷苦的生活。陆琪发动魔法，他现在就宣布马修和雷蒙不合格，要是有意见的话就来找他单挑啊！装逼没过2秒，陆琪的魔杖当场被马修用拳头干爆。现在开始觉得这个老师有点可怜了呢。校长邓布利沃尔帕克校长出现，革了陆琪的职，表示接下来由他来接管这场考试。随后他在马修的大殿上开始了最终面试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选择本校？马修回答他想要和家人过上平静的生活。第二个问题，迷宫中为什么要冒着落榜的风险回去救雷蒙？马修回答因为他觉得不救的话自己会后悔。校长看得出马修是那种不怎么考虑后果的人，他就没考虑过自己打不倒狮身人面兽或者轰不穿墙壁。这个世界上比他强的人大有人在，马修在面对有压倒性力量的人时，是否也能做出同样的行为呢？比如说那个人就是他。校长的魔力突然迸发，一座形态出现在马修面前，这个魔法可以将马修作为真实的人灵魂转移到人偶上，人偶一旦被刀刺中，那个人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校外马修的老爹雷格突然昏迷，马修一拳砸向逐渐逼近的刀刃，却是自己的拳头飙血。在运用绝对力量的人面前，马修到底应该怎么做？然而主角注定是不按套路出牌的，马修居然不顾危险的用手兜住了刀刃，这么大的东西，校长不可能一直维持住。既然如此，就到他们比拼耐力的时候了。力量可以伤人，也可以救人，一切都取决于拥有力量的人，所以校长才会格外看重锄强扶弱、位高任重的强者具备的素质。而马修毫无疑问具备这种素质。说着，校长收起刑具，点亮蜡烛，表示刚才只是对马修的考验。马修也回答了校长之前的提问，如果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校长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揍他一顿。总之，虽然发生了各种情况，马修总算顺利通过入学考试，进入了伊斯顿魔法学院。第一堂课是最简单的阿拉霍洞开，马修徒手掰断锁头，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，气得老师大发雷霆，根本不是这样教的好吧？这里是魔法学院，你到只有魔法
开锁呀。同桌跳二的黄毛芬恩一脸惊恐，想着绝对不要和这种人扯上关系。结果下一秒，他们的宿舍门就被马修给卸了。没错，两个人一个宿舍，两人刚见面，马修一本正经的给芬恩介绍了自己的每一块肌肉。总之，两个人还是决定和平共处。马修问芬恩，想要成为神觉者应该怎么做？成为神觉者需要收集荆棘币，根据各种项目的评定结果，学校会授予每个学生不同等级的硬币。不过，就算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硬币，每学期成绩不及格还是会被退学。虽然觉得自己跟马修很快都会被退学，但表面上芬恩还是鼓励马修加油。没有魔力的马修到底能不能成为神觉者呢？